所以呢，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的切断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运输线。乌克兰虽然是一马平川，但是北约援助给乌克兰的这些坦克呀、大炮啊、装甲车辆这些重装备啊，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动力长距离的机动，需要公路、铁路运输才能够抵达乌克兰军队的营地。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有国外的专家认为，俄罗斯呢终将赢得战争。我呢有相同的看法啊。俄罗斯的军队调整战略部署以后呢，从之前的3个不同方向的穿插，改成了现在的集中在乌东进行宽大的战线的推进。所以呢，俄军看起来确实不像第一阶段那样容易犯错误了，就很少出现穿插部队遭到埋伏、高空高速的作战飞机被击落，还有后勤车队跟不上去等等问题。而且俄军的高级指挥员伤亡的报道也越来越少了。现在看上去局面呢正在改观。德国的《世界报》5月3号刊发了对奥地利维也纳特雷西亚军事学院的专家，这个人叫马库斯奈斯纳的一篇采访。他认为俄罗斯掌握着战场上主动权，普京一定能够赢得战争。他说如果北约不再采取任何干预行动的话，顶多一个夏天，俄罗斯就可以实现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但是现在呢，北约仍然在大规模的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具体的型号已经从苏联时代留下来的旧货变成了从西方国家军火库里面拉出来的库存品。最近呢，开始出现最先进的炮兵装备。美军动用 C-17 运输机迅速地向乌克兰军队交付了第一批 M777 火炮，并且在德国境内进行炮手培训。法国、德国、英国纷纷把自己的自行火炮援助给了乌克兰。德国正在打算向乌克兰提供眼镜蛇炮兵侦察雷达，这是德军手中最先进的装备了。德军自己也不过10多台而已啊。与此同时呢，在顿巴斯前线的战斗还在继续，俄军正在与乌克兰守军呢一个一个的进行村庄和居民点的争夺战。实事求是的说，如果北约的主要国家集中力量来对付俄罗斯的话，俄是很难与它相抗衡的。所以呢，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的切断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运输线。乌克兰虽然是一马平川，但是北约援助给乌克兰的这些坦克呀、大炮啊、装甲车辆这些重装备啊，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动力长距离的机动，需要公路、铁路运输才能够抵达乌克兰军队的营地。因此切断乌克兰与外部以及乌克兰境内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呢，应当是俄罗斯军队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从开战到今天呢，俄军除了对乌克兰的交通设施进行了有限程度的攻击以外，一直没有完全切断乌克兰通向波兰的交通线。这个情况一直让人匪夷所思。以俄罗斯军队所拥有的打击手段，要想切断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交通线路并不是难事，只需要出动一定规模的空天军，用精确制导弹药把那些重要的交通目标、交通节点，比如说桥梁、隧道、交汇点、铁路边走站等等全部摧毁，就可以达成目的。但是俄罗斯却一直没有这么做，是俄罗斯不在乎西方援助的这些武器到达乌军手中呢，还是俄罗斯有意让乌克兰成为吸引北约援助的吸铁石呢？如果俄罗斯并不担心北约军事援助到达乌军手中，也不担心乌克兰战争长期化，那俄军在第一阶段的这些战术选择就能完全解释得通了。我们注意到，俄军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之后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北约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那就等同于与俄罗斯的直接交战。北约又不敢直接出兵到乌克兰境内与俄军接火，他也没有道理、没有理由向乌克兰派兵，毕竟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啊。那有了这2条，就保证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是安全的。乌军除了发动小规模的游击战，大部队根本不敢离开坚固设防的城市要点和居民点，更不敢对俄军实施机动作战，只能固守待援。所以呢，俄军就不慌不忙，用钝刀子割肉，一个点一个点的啃，尽量的减少城市攻坚战，最大限度的减少自身的伤亡和平民的伤亡。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援助给乌克兰的这些武器装备都是陆军用的装备居多，这些武器装备的射程顶多就是几十公里、百十公里，那你就是到了乌军手中，对俄军也不一定能构成威胁。而俄军是可以在几百公里开外用防区外的精确打击将这些武器全部毁掉。所以俄军是不是不在乎这些武器装备是不是到了乌军手中？从第2阶段起
俄军的空天军对基辅和乌西地区的交通运输设施的打击强度开始上升。如果能够有效地切断北约军援乌克兰的运输线路的话，顿巴斯的守军会立刻陷入绝望，大规模的投降将不可避免。今后顿巴斯的战局将会如何发展？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空天军的打击的力度。好，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